上课喽！收纳必修课来挖家，黑博薄荷理哉。每天在用的锅碗瓢盆，如果没有仔细规划好收纳的位置，就会容易变乱。今天跟着挖家一次来复习超过10种食器收纳的方法。我们也在虾皮上找到许多不错的收纳好物，推荐给你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橱柜里的垂直空间别浪费，利用分层置物架就能将高度划分成2层。这种是最常见的塑胶分隔架，便宜但承重量较不足，用久了可能会下凹。宜得利这款伸缩厨房收纳架，总共有2片，可以抽拉至符合需求的宽度。架上可放常用的盘子，下方的空间摆小碟子、碗盘等，用久了还是觉得很稳，很好用。如果想让视觉感降低，也可以选择无印良品这款压克力隔板，宽度刚好适合一般大小的盘子，有高低2款，符合高度不同的柜体。上层记得预留拿取空间，碗盘收纳变得更清爽了。除了分层收纳，还可以将盘子直立放，不仅好拿，也省空间，拿盘子不必再移来移去了。最常见的是口型直立架，在日系品牌山崎美学可以找到，虾皮上也有类似款式。开箱比较，两者差异不大。前端有软垫，一个盘架约可收纳6-7个盘子。如果同时用多个，中间可以用软铁丝固定，抽取时就不会位移。另外，像书架的 L 型直立架也是不错的选择，价格是100多元。底部有卡槽，一个盘架约可收纳6个盘子，使用起来蛮稳固的。如果不想另外购买直立架，也可以用无印良品的档案盒来收纳盘子，收纳量也蛮足够的。如果是尺寸较小的碟子，可以使用宜得利的这一款餐盘收纳架，有大小2种尺寸，中间有凹槽可以固定，将小碟子整理一下，收纳到下层。收纳架也兼具抽屉的功能，拿出来就可以拿到想要的小碟子了。大创的碗盘架也是类似的设计，但底部有孔洞，方便洗完的盘子可以将水导出，盒内不会积水。有2种尺寸，可以分别收纳碗与盘子，一次可以装的量不会太多。将碗直立放置在盒内，再贴上大创的粘贴式手把，就能更轻松的拖拉。这款不管是哪种开门的橱柜都可以使用。如果是不常使用的大型碗工，则建议叠在一起收纳，可以加购大开口的收纳架，拿取时更稳固。玻璃杯、酒杯经常采用悬挂收纳的方式，像这款在虾皮买的层板收纳架，直接加装在橱柜底部，挂上高脚杯就能随时拿取使用。但如果使用频率不高，则可以用窄型的无印档案盒归类在一起就好。马克杯占空间又不好收，这种木架是最常见的收纳款式。使用时建议2个杯子反方向放，重心会比较稳。不想放台面，可以用挂的。虾皮这款挂钩架，一个29元，超便宜。但使用时发现钩子不够深，有点担心杯子掉下来。铁架也太软了，挂完杯子后面变形了。我们觉得比较适合挂厨具，或是再锁上螺丝才会比较稳。另外还有这种隔板置物架，耐重度会比较好，中间高度放得下马克杯，网状方便沥水，约可收纳6个马克杯，杯子有专属位置，顺手归位最方便。保鲜盒是食材整理的好帮手，但过多的盒子收纳也是一大问题。有盒盖分离跟整盒收纳2种常见的方式。如果保鲜盒数量不多，推荐用整盒收纳，盖子跟盒子收一起，使用时最方便。可以用么字形的置物架分层，让收纳量最大化。如果空间不够，那就只能盒盖分离。堆叠时最好将尺寸相近的放一起。收纳盒还有空间的话，则可以将盖子放旁边，避免之后对应盖子时会混淆。厨房常见的耐热袋、保鲜袋，如果没有收好，也很容易乱。很多人推荐用虾皮这款抽取式收纳盒来收，有 S、M、L 3种尺寸，都是铜板商品，沿着折痕折好放入，
就可以从中间开口抽出来，还可以写字或贴标签，一目了然，超整齐。最大的可以装2斤的耐热袋，用附赠的魔鬼毡双面胶，还可以粘在厨房角落，顺手抽，立即用，整齐又实用。虾皮上还有这款十字框收纳盒，长形可以装6两的耐热袋，特长款可以装半斤的，稍微对折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一样可以抽取，超方便。想要更简单，还可以自制收纳袋，直接在文件袋底部割出一个开口，将耐热袋放进去，从底部用抽的，把这个收纳袋粘贴在厨房门板上，抽取时就更顺手咯。锅具或平底锅建议放在瓦斯炉附近比较顺手。锅子与锅盖放在一起收纳，锅盖朝下就可以堆叠。如果空间不够，善用简单的文具书挡，就可以将锅具、锅盖直立收纳，直接拿出来就可以使用，让烹调过程更顺利。此外，也可以购买宜得利这款沥水网碗盘平底锅架，可以自由伸缩宽度，符合不同大小的抽屉或柜子。锅架的间距可以调整，不同高度的锅子、大瓷碗等都能放。锅架有 M、L 2种尺寸，可以选购适合自家厨具的大小，锅子立起来收好，收纳更整齐了。料理时要用到的厨具，可以自制 DIY 洞洞板收纳墙。洞洞板上层利用层板收纳料理时会用到的瓶瓶罐罐，而比较常用的汤勺等，我们搭配 S 型挂钩，按照使用习惯挂在下方，完成，顺手取用，超方便。另外，还可以用网片以及伸缩杆来自制挂架，用束带固定伸缩杆，再把收纳架装到厨房，上方顶住系统柜，下方撑在琉璃台面，架稳后就是一个充分利用墙面的实用收纳架，搭配 S 挂钩吊挂厨具，收纳架可以摆放调味料等，整齐又好拿。厨房抽屉里各种工具好多，可以用无印良品的 PP 整理盒来收纳。先把抽屉完全清空，重新归类餐具、厨具，分开放，物品不要混在一起，这样分类才好拿。清空的抽屉，把各尺寸的整理盒安排进来。筷子、刀叉、汤匙用中尺寸的整理盒，小的量杯、酱料钵用小方形的，汤勺、长的料理用具可以用长形的，模拟器、分蛋器等其他比较不常用的小工具，集中放在抽屉最里面。厨房抽屉仔细整理，做菜时要什么立刻都能找到。另外，可吊挂的打蛋器、隔热手套等，可以利用橱柜门板后方来收纳。网片加上挂钩，就能收纳很多物品哦。存放多项物品的橱柜，有可能因为潮湿而出现异味。想避免湿气困扰，可以使用这款日本鸡仔牌倍长炭除臭剂，有分成冰箱、鞋柜、橱柜等多款用途。一袋里面有3块，打开盖子，撕下薄膜，再将盖子盖回去，开口朝外放到橱柜里。活性炭能吸附霉味、油污味。这款是日本 LDK 毒舌杂志推荐，品质有保证，大约可以使用2个月，价格划算，在虾皮上也可以买到哦。今天的收纳必修课有以下几个重点：适时分层收纳，空间不浪费；模型架有不锈钢、亚克力等不同选择，分类分栏才不易乱。相同类型或相同使用时机的物品就可以收纳在一起。最后，如果空间许可，把东西直立起来收纳，不仅一目了然，也很方便拿取。看完今天的影片，你最喜欢哪个收纳妙招呢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最后记得锁定蛙家，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